是哪儿？我记得前世那颗子弹已经打穿了我的胸口，难道我没死？这不是我的身体，这些伤全是上战场的伤。你别乱动，伤口要是又裂了，你想死第二回不成？好美，大哥，你昏了3天了，伤口刚收住，可不能使劲儿。你发了好久的烧，我们都以为你活不成了。他们对我真好。先润润嗓子。惹得天怒地也恼，人间再无红颜笑，留一半相思上大道。怕什么天道？大元朝青州府流云村，老百姓管这地儿叫寡妇村，因为村里的男人都快死光了。我们前几天在乱葬岗给战死的丈夫收尸，回来在村口雪地里看见你趴着。大元朝流云村，我穿越了。你们为什么救我？人趴在雪里快死了，总不能看着他冻硬。举手之劳。你身上全是伤，一看就是打过仗的。我们想着，说不定你是好人。好人？前世在战场上，从来没人叫我好人。这家里穷成这样，还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这份恩我记下了。别提什么记不记得，先把药喝了再说。你对不住，手软了，不是故意的。药放抗炎了，自己喝。没想到我竟然穿越了，但不管怎样，前世的我确实是死了。这3个女人救下了这副身体，也救了我。从今天起，我活着，她们就活着。他到底什么来路？不管什么来路，总归是条人命。以后不许提这事儿。晚秋姐，她的手……闭嘴！你下炕干什么？伤口……方才的事，是我鲁莽了。你们救了我的命，从今往后，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和我说。啊，大哥，你这是在说什么？村子里要是知道你一个外来人要常住在这儿，我欠了你们的命，就要拿命还。这个家以后有我在，天塌下来我先扛。随你。你这伤口太深了，再这么折腾，神仙也救不回来。你懂医？不懂，只是以前学过一点皮毛。大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陆程，我叫陆程。陆程，沉甸甸的，好听。名字好听有什么用？你连自己从哪儿来的都说不清。说不清来路，不代表拎不清事。你们救了我，这条命就是你们的。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没有了，就我们3个。村里男人不是死在摇椅上，就是死在山匪手里。我家那口子2年前被征去修城墙，再没回来。我爹和哥哥进山打猎，再也没回来。我男人病死的，没钱抓药。男人全死了，剩下3个女人守着一间破屋，在雪地里拖回了一半死不活的外乡人。从今天起，有我在呢。
赵富贵，他来干什么？肯定没好事。哟，都站着呢，大晚上的不睡觉，等着迎接我呢。嘿，3个都有。哦，这位是林娘子家来亲戚了？与我们无关的人，赵村长，有事说事。行，说事儿。你们这个月的户税共10两10两？这个月加征了。10两户税，前世一户人家1年的赋税都不一定有这个数。当然，村里也讲道理，实在拿不出银子，也不是没有别的法子。嘿嘿，到我赵家去，伺候我父子俩1个月，这10两银子嘛，就算免了。你们别！来，小娘子别害羞，手收回去。你他娘的是谁？原来是你们养的野汉子，我这就喊人来，把你这几个狗男女捉去陈塘。老子能在北境军营的刀滩血海里活下来，你还想要把我陈塘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你们？行，你有种，3天，3天之内10两银子交到我手上，交不上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到时候不光是银子的事儿，人也得跟我走。走。10两，上哪儿去弄10两银子？怎么办？我不想跟他们走。3天10两，这个家现在估计连1两钱都拿不出来。什么天道轮，只是岁月的情一场。我找找看还有没有攒下的铜钱。就这些了。家里为了给大哥抓药买布条，米缸也见了底，连药钱都是晚秋姐把嫁妆银簪子当了才凑的。7枚铜钱，半罐粗粮，他们为了救我，已经掏空了最后的钱粮。我看那边有座山脉，离村远吗？你疯了！鬼窟港那地方进去了就出不来的。大哥，那林子里野兽成群，冬天雪大，连老猎户都不敢。村里进过山的人，没有一个活着回来的。我爹和哥哥就是。我知道，但我上过战场，杀过人。野兽不比人难对付，打猎换钱是唯一的路。一头成年野猪200-300斤，按这个时代的物价，肯定能卖出10两的价格。山里的路我不熟，你们谁跟我说说地形？这是流云村，往北走5里进山口，再往上就是鬼窟岭。进山口以后有一条旧溪道，冬天干了大半，能走。但过了溪道往里，林子太密，雪能没到腰。溪道东边有一片乱石坡，野猪常在那儿拱食，但狼群也搁那儿歇脚。前世丛林作战，陷阱是基本功，竹签阵、绊索、落石坑，换个材料，原理一样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上过战场的人。北境吗？我看你身上的伤疤，还有刚刚的气质。喝一口再走，锅里就剩这些了。这个你围上，上楼。平安回来。
的天怒地炎恼，人间再无红颜笑。那是什么声音？鬼窟岭的风就是这个声音。野猪蹄音还有热气，方向在动。什么事与愿违？这一世还我护你一对。好家伙，这起码300斤往上，证明硬拼就是找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雪参。前世在部队的野外生存训练里见过图谱，长在寒带深山，100年以上才能长到这么大。这种品相，放前世拍卖会上起码能换1套房。若没有你，那才叫可悲。怕什么七星乌龟？我事与愿违。哟，那个外来的男人不在，好。你出去！欠的钱到现在没还上，今天就把你抓起来！小贱人，给脸不要脸！赶紧跟我走！放开我！救命啊！赵大彪，你给我松手！赵富贵呢？他让你们来的！赵大彪，你个畜生！林娘子别急，等会儿就来照顾你。你们会遭报应！赶紧走！什么破散魂飞？若没有你，那才叫可悲。怕什么七星乌龟？什么事与愿违？只是陆晨，你是人是鬼？我是你大怕什么天道轮回？什么破散魂飞？我说过，这个家从今往后有我了。把他拖走，告诉赵富贵，3天之内我会上把钱还清。这种事之后再被我发现，后果自负。这一世还我护你一对，这一世还我护你一对。没伤着皮肉，衣裳我缝缝还能穿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几回？3回，每回都是赵富贵找接口上门，大彪动手。上回他没能得手，但把玉娘推进灶火，手被烫了一片。以后不会了。大哥，你打了他，赵富贵不会放过你的，他会去找镇上的人。让他去找。路遥无心配红妆，那些疤刺青，这是当兵的。各位街坊评评理，这个外来的野男人打伤我儿子，这事儿不能。我北境敢死营出身，
你是北境的人，敢死营，左营还是右营？左营，左营。我在左营庆阳3年那仗，左营500人冲阵，活下来的不到30个，是真的。这个手法是营里的刺字匠刺的，外人仿不出来。他是敢死营的兵，是替咱们大爷拿命填出来的兵，你们谁敢动他？敢死营，那不是去送死的营。我家老大就是庆阳那年没的，敢死营的兵，是拿命换来的命。赵村长，10两户税，3天之内我会交上，而从今往后，我的人你碰不到1根毫毛。好，3天就3天。你叫什么？陆晨。陆晨，好名字，沉得住。野猪肉去镇上能换到10两左右，够交税了。剩下那株血参，才是我们能不能过好日子的筹码。好红，这真的是参？我小时候看到过一回流民卖参，指甲盖大就卖了2两银子。这个，大哥，这个能卖多少钱？不知道，先去药铺问问。我跟你去。你留下，镇上不安全，家里没人看着也不行。你一个人？我去就回，镇上有药铺，有急事，卖完东西就回来，不耽搁。客官，看药还是抓方？有东西要卖。这是血参，你识货就好说，开个价。皮色暗红，环纹密实，须根完整，至少100年，不，200年都不止。这个品相的血参，老夫做了30年药材生意，也只见过1回。小兄弟，这是从山里捉的吧？这个天气敢上山，好胆！2500两，客官，这个价正常已经是最高了。但我也不瞒你，我这儿有个大人急着要参，我做主能再给你加100两碎银，也希望客官之后要是再捞到什么好东西，先给我们这儿看看。血参乃是大补，我得留点，说不定日后有用。可以，但是我只打算卖半根。行吧，客官，但是半根的话，我只能出价1000两。成交。小兄弟，老夫多说一句，你拿着这么多银子，路上小心。谢了。这后生不简单。1000两银票贴身藏着，碎银分开装。买东西花的钱从碎银里出，银票不能漏。刘云村，走快些。这苏家救了个宝贝啊！这么多东西。白面，还有肉。你先把东西收进去吧。还买了红糖。 1000两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村里人多嘴杂，传出去会要命。事大小，不合交我去换。灶上烧着水，等着下锅。王大人，就是他，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男人，冒充逃兵，藏在寡妇村。陆晨，是我。流云镇守备营百户王坤，有人举报你是北境逃兵，可有退伍文书？这副身体的前主人的退伍文书有没有？
记忆里搜不到，十成是丢了，或者从来没有过。没有文书，那就是逃兵。按军律，斩立决。他是敢死营的，村口下有老伯认过他的刺。敢死营，敢死营的兵不退则死，活下来的要么有文书，要么是逃。他没文书就是逃。王大人，这3个寡妇窝藏逃兵也有罪吧？窝藏逃兵，罪同谋逆。按律，家产充公，人口冲入军营。营里正好缺几个洗衣服的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逃兵还想？他3个跟这件事无关。你敢抗捕？王大人，逃不逃兵先不算，但有件事我得先跟你讲清楚。什么？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碰我家里的人。文书的事可以谈，他们3个一根指头都不许碰。好，你这种亡命之徒，杀了也白杀。本官给你一个机会，守1个月，活着出来，文书我给你补。3个女人既往不咎。饿狼谷，饿狼谷，听他们反映，这地方比鬼窟岭更凶险，但这是唯一的台阶。条件加1条。你还讲条件？你立字据，我不在的这1个月，他们3个谁都不许碰。行。饿狼谷1个月。生死自负，这4个字的意思是死在里面。他们连收尸都懒得来。好，后天一早自己进谷，不用人送。留一半相思手打刀，天道轮回，什么破散魂飞？若没有你，才叫可。你想干什么？我今天签了生死状，进饿狼谷1个月，1个月后我活着回来，洗干净脖子等死。爹，他是不是吓唬咱？闭嘴！你明天进谷，穿这件，我多缝了2层棉絮，能挡到。费了不少功夫。费事。不让你去，别说傻话，不去就是死。可恶狼谷，进去的人！饿了，明天赶路要力气。魂飞，若没有你，那才叫可悲。陆晨，你要是回不来，玉娘和我，你想不想留个后？我会活着回来。回来以后，8抬大轿，抬你进我们家的门。前世这辈子，从来没有谁等过我，也没有谁值得我活着回去。饿狼谷1个月，不管里面有什么，我一定会回来。军靴印，守备营的制式军靴，底纹是横条纹，这印子不超过2天，有人比我先进了谷。
恶狼谷比鬼窟岭更阴，难怪叫恶狼。马背上的刀痕，有骑兵进过谷，守不赢的兵，还是不超过4个时辰。这谷里现在有人，军舰、军靴、战马、篝火，这不是普通逃兵能搞出来的。说不定有人在这谷里活动，而且不止一次。王百户让我来守1个月，谷里有军靴和战马痕迹，他知不知道这些？如果知道，他是故意的；如果不知道，谷里有他管不了的东西。不管哪种，都是死局。但我从来不怕死局，我只怕没有退路的死局。若没有你，那才叫可悲。怕什么随心不归？什么事与愿违？独眼狼大哥让咱探路，这鬼地方连个鸟都没有。快走！天黑前得回去交差，不然挨刀子的是咱俩。也只有一次机会说谎。你们头领是谁？在这里干什么？独眼狼大哥，他带人围杀夜市商行的车队，我们在谷里是探路的。独眼狼带人围杀夜市商生车队，时间和规模。独眼狼带了多少人？在哪条道上劫的车队？30多号人，入朱峡方向，今天午后动手。大哥饶命！我知道的都说了。独眼狼在野猪峡劫夜市商行，今天午后动手。你的人在这谷里还有几个？探路的就我和这哥们2个，后面还有一队5个人在谷里接应。接应的人在哪儿？往谷深处走半里地，有个山洞，他们在那儿等信号。什么信号？红雨明渡，独眼狼那边得手了，就设一只红雨明渡，接应的人听到就封谷口，堵住退路。红雨明渡，封谷口。独眼狼接商队，王百户的人封谷口灭口，两头吃，一边分赃一边杀人，这不是寻常土匪干的事。谷口出来那条路，你跑得动吗？能跑，能跑。滚！别让我再看见你。5个接应的人，加上刚才2个探路的，独眼狼在谷里布了7个人的后手，杀5个，留1个问话。在前面，距我大概80步。放哨的先干掉，然后磨刀的那个最近，飞棍打太阳穴，打瞌睡的醒了需要2秒，啃干粮的2个反应需要3秒，3秒之内全解决。1秒，2秒，2秒半。3秒，醒醒！你是什么人？问话的人是我，你只需要回答。独眼狼和王百户的合作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半年前就搭上了。独眼狼大哥替王百户干脏活，杀人劫货灭口，王百户给独眼狼通路放行。夜市商行这一票，谁的主意？
王百户说夜市商行的大批货要从野猪峡过，让独眼狼大哥劫了货，杀光人。事成之后55分账。只劫货，还要抓活口。夜市商行那个女东家叶倾城，独眼狼大哥说王百户点名要活的。王百户要叶倾城活的，不是简单黑吃黑，是冲人去的。夜市商行是大眼首富，叶倾城手握商路暗网，王百户要的不是钱，是人。要活的，说明他有更大的图谋。野猪峡离这里多远？翻过前面那道山梁，抄近路半个时辰。你能跑就跑，别回头。叶大东家，别那么想不开。王百度说了，要你活的，你把刀放下，我好交差。你让他自己来拿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弟兄们，把那几个护卫全砍了，我看他能撑多久。7个刘备还能动，独眼狼武力最强，叶倾城撑不了多久。那个匕首再压一分，他脖子上就要见血。从山梁到谷底，直线距离50步。悬崖没有远程武器，只能近身破局。50步悬崖滑下去，用重力加速度换冲击力。落地目标选独眼狼。若没有你，那才叫可悲。是愿为何于是忘我余跑！你他娘的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。王百户要叶倾城活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只知道王百户说要活的，他说夜市商行的暗网值10万两银子，要把暗网拿到手。10万两，商路暗网。王百户不是普通贪官，他想吞掉夜市商行在整条商路上的情报网和人脉，这比一次劫货大得多。你救了我。你要什么？什么？你救我的原因。我不信你从悬崖上跳下来是因为热心肠。你知道独眼狼和王百户的关系？什么关系？王百户要你活的，独眼狼替他办事。今天这局是王百户设的，劫你的货，抓你的人，抢你夜市商行的暗网。他好大的胆子！胆子不大，做不了百户。现在你的人全倒了，货也散了。王百户不知道独眼狼已经趴下，他的人随时会来收场。我腿上有箭伤，走不快，你能送我出去吗？能。箭头没进去太深，先拔了再走。你这个人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走了能活，讲究的都死了。护送我安全到县城，这些银子是你的，100两。100两买命，便宜了。你要多少？
护送的报酬，除非连你一起算。你说什么？你慢慢想，想好了跟上。这人到底什么来路？别停，我能走。伤口崩了，一点剑伤，死不了。再走半个时辰，你会失血过多晕过去。我这辈子还没被一个男人背过。你放！你想死在路上，还是想活着算账？这个人的背比我的马撑。箭头还在里面，得取出来。你会取剑？上过战场，取过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帮过人取剑的人。要着这个。忍3秒。那是血参，100年以上的止血生肌，比金疮药管用。他切肉取剑的时候手1寸都没抖过，这种稳不是打猎练出来的，是拿人命练出来的。敢死营，北境敢死营。是，明天一早走。我做了6年生意，什么人都见过，贪官、流寇、奸商、刺客，但没有一个人像你。哪样？救命不问价，拔刀不眨眼，取剑手不抖。你不是粗人，你是活着的杀神。杀神不敢当，就是命硬。睡一觉，后半夜我守着。100年血参，他用在1根剑伤上。这个人要么不知道血参值多少钱，要么就是根本不在意。脚步声，至少10个人，有甲片碰撞声，是正规军，不是土匪。声音从谷口方向来，他们正在搜山。怎么了？王百户的人来了，10个人以上，搜山方向朝着这边，最多1炷香。走！你跑不了，腿上走不快，留在这里更安全。你干什么？让他们以为这洞里只有土匪住过，把你的痕迹全抹掉。不管听到什么，别动，别出声。你呢？我去引开他们。这鬼地方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别废话，王大人说了，找到独眼狼的尸体就回去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 10个人，2个举火把，8个持刀盾。搜索阵型松散，不是战阵，是搜救队形，说明他们不是来打仗的，是来收场的。啊！什么声音？去看看。
有人，后面有人！撤回去报告王大人，谷里有人。是我。他们走了，暂时走了，但他们会回来，带更多人。独眼狼兄见，夜市商生车队定于腊月15过野猪峡，货物清单附后，事成之后55分账，夜勤程需送至王处，不得有误。银两先行交付一半，另一半事成后结清。王绰手书。王坤，你认识他？刘云守备北营百户王坤。3年前我给守备营供过一批军粮，他收了粮不给钱，欠我800两到现在。我催了3次，他每次都说下次即清。原来他找到了更省钱的办法，直接把我杀了，货也抢了，账也烂了。王百户要的不只是货和暗网，还有那800两的旧账，杀人灭口，1两100两。这封信是铁证，王百户勾结土匪，劫杀商队，图谋绑架，任何一条都是死罪。你要拿这封信去告他？告他？谁接状子？守备营上面是谁？他敢这么干，说明他在清府有人罩着。所以你想怎么做？王百户和独眼狼之间只有利益，没有信任。利益变了，信任就断了。独眼狼已经趴下了，但王百户不知道，他的人来收场，没找到独眼狼的尸体，他会以为独眼狼跑了，或者反过来黑吃黑，独吞了货。你想让两边互相猜忌？不是我想，是让他们自己猜。我只需要点一把火，明毒是独眼狼和接应人之间的信号，货到手了设明毒，封谷口。如果王百户的人听到明毒，他们会以为独眼狼已经得手，急着来分赃。如果独眼狼的人听到明毒，活着的残匪会以为头领已经得手，会回据点等分钱。两边的据点不在同一个地方，信息不通。只要明毒一响，两边都会往同一个方向看，然后撞在一起，制造货款到手的假信号，再在关键位置布一些假脚印和血衣诱饵，两边同时收到错误信息，同时急行军，同时赶到同一个地方。你杀你的王百户，我清我的路，两边一起进死局。假脚印，方向从野猪峡往葫芦口，让王百户的人以为独眼狼已经带着货往这个方向撤了。血衣，让独眼狼的残匪以为自己人在这里遭了埋伏。土匪的暗号，独眼狼的人会认这个符号，他们以为头领留的路线标记，但王百户的人看了只觉得是乱刻的，不会在意。你把我放这儿，你需要亲眼看到王百户。你不是要杀他吗？你得亲眼去认他进了葫芦口。我设这支明约之后，1刻钟内，两边都会动。如果他们没上当呢？会上当。贪婪不需要确认，只需要暗示。两边都动了。大哥得手了，但这衣服是二当家的，二当家的受伤了。头领射了鸣笛，说明货到手了，快走，晚了分不到钱。王大人，前面有脚印，方向往葫芦洞里去，还有血衣。独眼狼得手了，
看着像，但这脚印不止一队人的。管他几队人，货到了葫芦口就是我的。全军进去，堵住出口，谁拿到货谁先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这是独眼狼大哥的地盘。放屁！这是王百户的地盘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等等，王百户，王百户不是说好了只在谷口接应吗？他的人怎么进谷里来了？他们是不是想黑吃黑，独吞了货？不是说独眼狼的人已经趴下了吗？这怎么还有10几个活的？王大人是不是骗咱？他们要灭口，弟兄们，拼了！开始了。流寇14人，甲士20人。甲士装备好，但骨太柴，长枪施展不开。流寇的短刀在近身论混战中反而占棚役。杀光他们，货是老子的！弟兄们，他们要黑吃黑，杀出去！活该！现在还不能动，让他们多打一会儿。等两边都打出火气，打出伤亡，打出不死不休的恨来，那个位置弓箭能覆盖整个谷底。你在这里等着，别动。你去哪儿？去补刀。不设小兵，只设2种人：想停战的人和想解释的人。停！都停下！先搞清楚！阴险小人，放冷箭！他们有弓手，杀光他们！别打了，他们是官兵，官兵杀不完的！撤！跑不了了，跟他们拼了！不许退，谁退我砍谁！后面也有弓手，被包围了！第5支箭留给王百后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他身边有2个甲士贴身护着，射不中要害。都给我停下！这是陷阱，两边都被耍了！王坤，你设的局！少他娘血口喷人！你的人才是在上面放冷箭的！不是你的人，我的人都在下面死，我哪来的人在上面放箭？陆晨，什么？王百户和刀疤脸都发现了被骗，
但他们停不了手。两边的兵已经杀红了眼，不是头领一句话就能停的。仇恨一旦点燃，就只能等一边倒光了才能灭。现在该我出手了，不是帮哪一边，是把流寇彻底打散。流寇散了，王百恒就没有了替罪羊，他只能带着残兵回镇上，带着我给他的恐惧回去。老四呢？老四去哪儿了？后面有人在！别杀我！鬼！有鬼！人呢？独眼狼的人呢？王大人，银子，这里有银子，拿来。才这么点儿，夜市商行的货值上万两，货呢？货在哪儿？找，把整个谷底翻过来也要找到，货一定藏在这附近。货根本不在谷里，夜市商行的货在野猪峡就被叶倾城的人提前转移了。王百户不知道这件事，他会一直找下去，让他找，等他把最后一点精力耗在翻尸体上，就没有余力来追我了。打完了，流寇散了，王百户还在谷底翻银子。独眼狼呢？被刘匪自己人踩死了。独眼狼的遗物，银票大约500两，信是王百行亲笔写的，勾结土匪的铁证。这是腊月初3收王坤银500两，替其劫杀李家庄李老三；腊月初8收王坤银300两，替其焚毁赵家粮仓；腊月12收王坤银200两，替其劫掠陈氏布行。3年，他雇独眼狼干了3年脏活。腊月15劫夜市商行车队，货归王坤，人交王坤处置，银两55分账，令叶倾城虚活，王坤亲提。他要的从头到尾不是货，是我。现在你有了证据，账册、亲笔信、银票来源，够他死3回。这东西我收着，等出了谷，王坤不死，我叶子倒着写。能走了吗？走得了。从这里往左，半天能到县城，你的腿撑得住。你呢？我往右，回村。你回村干什么？王百合还在谷里，他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找你。我家里有3个女人，我签了生死状出来1个月，现在才第10天，我得回去。你替我挡了刀，杀了独眼狼，搅了王百户的局，你觉得王百户会放过你？他放不放得过我是一回事，我回不回去是另一回事。3日。林晚秋，开门！陆晨那小子跑了，10有8九死在饿狼谷了。你们3个总不能守一辈子空房。门还能撑多久？班主相，顶托班主相。班主相够了。哟，想通了，早这样不就……再往前一步，我砍你！大彪，你上。一个娘们儿还怕你？
别放我！谁跟我跟谁同归于尽！闹吧，闹累了就好抓了。那是什么？独眼狼！你没死！松手！这是独眼狼！你怎么？恶狼谷，你不是？我说过，3天之内我会上门。今天算第1天。陆爷饶命！是王百虎逼我的，他让我来，我不敢不来啊！我回来了。跟谁？恶狼谷里的土匪，还有王百户的人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土匪散了，王百户暂时回不了村。暂时？什么意思？他还会来，但不是今天。我还有3天时间。这么多银子，500两银票是独眼狼的分赃，信和账册是王百户勾结土匪的铁证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上过战场，杀过人，活下来的兵。别的跟你没关系。500两，10两护费，赵富贵要的10两。赵富贵的10两我不给了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家不欠赵富贵1文钱。他想来要，让他先看看独眼狼的脑袋凉没凉。你回来就好。你杀了独眼狼？独眼狼3年前屠了青石村，70口人没剩一个。守备营说围剿不了，嫌路远，嫌费粮，你一个人把他宰了。这不是一般人，敢死营的兵连独眼狼都杀了。赵富贵这次踢到铁板了。后生，流云村这些年没出过一个能护住人的男人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你以后不走了吧？3天后我要去一趟县城。去县城干什么？有人帮了我，我得去还人情。而且王百户不会善罢甘休，我需要更大的靠山。3天就回。你每次走，我都怕你不回来。我说过的话都算数。吃你的饼。前世我吃过的所有军粮加在一起，都不如这口饼香。怕什么天道轮回，什么破散粉碎，若没有你，那才叫可悲。怕什么七星无归？
不是菌血生，没有甲片碰撞，是商盾。陆晨，你说3日，还差半天。我等不及。这位是叶倾城，叶氏商行东家。他来干什么？陆公子救了我的命，这些是谢礼，不成敬意。另外，这些也算给家里姐妹们添些用度。日子清苦了些，不该委屈了跟他的女人。叶东家太客气了，我们不需。景屋说。惹得天怒地炎恼，人间再无红颜笑。我这次来，一是谢恩，二是有件事想跟陆公子商量。说，我想请你进叶氏商行，做护卫总管，不，做商行的武士总管，年薪1000两。另外在县城给你安排宅院，宅院足够大，你的家人一起搬过去也住得下。你一个人在村子里，王百户迟早还会来。进了商行，有我叶氏的人脉和护卫，他动不了你。他说的有道理，王百户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一个人扛得住，但他带兵来就扛不住。进商行是目前最安全的选择。3位姐妹不必担心，我不是来抢人的。陆公子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更好的出路。这是定金，不论陆公子答不答应，这些留给姐妹们添些衣服。冬天冷，穿太薄了伤身子。叶东家，你的银子我们不要，你的人我们不让。我是陆家的人，玉娘是，映雪也是，我们家的事不劳外人操心。林姐姐，你怕我抢走他？我怕也不怕，我怕没用，该留的人自己会留。什么破散魂飞？若没有你，那才叫可悲。坐下。叶东家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有2件事我得说清楚。第一，进商行的事可以谈，但不是现在。王百户的事没解决之前，我不会离开流云村。第二，金子收回，我不拿钱换感情，也不会让任何人花钱替我还他们的恩情。你这是嫌少？我不嫌少，但这个钱不该你出。他们穿什么吃什么是我的事。陆晨，我做了6年生意，合作过知府、将军、盐商，没有一个人会把我推过来的银子推回去。你是头一个。银子能买人，买不了心。你的谢意我记着，但这礼太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你的意思是，商行可以合作，但你不住进县城？对，我会留在流云村，有事你派人来找我。你倒是护他们护得紧。他们救了我的命，这份恩比天大。方才是我唐突了，不该拿银子示人。好，合作的事按你说的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王百户的事我也要插手，他劫我的货，要我的命，账我必须亲手算。可以，但你得听我安排。你倒是不客气。跟你学的。
卸货，银子留下200两当合作诚意，其余搬回去。布匹和粮食，这些不算谢礼，算我这个合伙人给家里添的年货。不收，就是不认我这个合作伙伴办。晚秋姐，她说的是合作，不是施舍。石油搬进来吧。腊月初3，收秦500两，劫杀李家庄李老三。腊月初8，收秦300两，焚毁赵家粮仓。腊月12，收秦200两，劫掠陈氏布行。腊月15，劫叶氏商行，货归王坤，人交王坤处置。3年，27条人命，6000两银子，全记在这上面。这些够定他的死罪吗？不够。王百户上面有人，账册只能证明他雇土匪，但守备将军可以用剿匪不利替他顶过去。真正能扳倒他的是这封亲笔信。亲笔信证明他主动勾结土匪，不是剿匪不利，而是通匪分赃。这一条，守备将军保不了他。账册是刀，亲笔信是要害，2条加起来，王百胜翻了。那你打算怎么用？直接告？告不到，青州知府和他穿一条裤子，地状子不到3天就会被拦下来。我需要一把刀，一把能绕过知府直接捅到上面的刀。什么刀？叶氏商行的暗网。暗网？他说的是商行的情报网，遍布各州府的商路节点，能打听到官场内幕，能传递消息，能在关键时刻把东西送到该送的人手上。你说交给我？玉佩调银2人手，这块令牌调暗网，整个叶氏商行在青州、徐州、扬州3府的情报线人。拿着它，你是他们的上级。你想好了？这是你叶氏商行最大的底牌。我想了3天，在饿狼谷的山洞里就想了。你救我的命不图回报，你退回金子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把暗网交给别人我会怕，交给你我不怕。我会用它扳倒王百黄，用完了还你。你倒是客气，拿玉佩的时候可没这么说。玉佩是欠的，令牌是借的。路上喝，天冷。谢了。路上慢点，雪大。原来家是这个样子。大哥，那个叶东家是不是喜欢你？他是合伙人，可是他看你的时候吃你的饼。暗网到手，王百库的事不能等他先动手，得抢在他前面。陆公子，叶东家让我送急信。500正规军，不是20个甲士，是500。守备将军亲自下场了。怎么了？王百户搬来了守备将军，500甲士，明早到。500，那怎么办？不跑，跑了，这个家就没了。我从来不跑。守备营在镇上，到流云村20里路，步兵行军2个时辰，骑兵半个时辰。信上说明征到，那就是天亮前后。500人，你一个人怎么打？不打，打不过。那怎么办？打仗不是只有硬拼。500甲士是兵，兵有兵的规矩，将有将的弱点。守备将军亲自带兵来，说明王百户把事情闹大了。他不是来抓我的，是来立功的。立功？王百户告我勾结流寇，劫杀商队，
如果我真有罪，守备将军抓了我就是大功一件，流寇赃资商队案子一举三得。他图的是功劳和银子。一个图功劳的将军，不会跟手下同归于尽，他会先试探，确认我手里有没有东西能反咬他一口。所以，你不是要跟他打，是要让他不敢打。对，但光靠嘴说不够，得让他看到他输不起的东西。账册和信是刀，能砍王百户，砍到少守备将军忌惮；令牌是盾，能调动夜市商行的暗网。账册27条人命，亲笔光通匪分赃，夜市暗网3个州的情报线人，够了，够了，但还差最重要的一步。守备将军的先遣队已经到了村外，助力天亮到，留给我的时间只有几个时辰。明天他们来了，你们待在屋里别出来，不管听到了什么，都别出来。我不躲，这是我家的院子。你出去是送死，你活着，我才有退路。你答应过要回来的。我没忘，但这乱世之中，为了能护住这个家，我只能放手一搏。大哥，我渴。映雪，等一下。别喝！这是软金散，我爹以前进山打猎的时候遇到过，猎户之间有时候用这个害人，下在井里、水缸里，喝了1炷香以后浑身发软，3天使不上力气。没错，有一股苦杏仁味儿，软金散的底料就是苦杏仁。软金散，它会变成药品？林晚秋和苏玉娘都没有这本事，他怎么会的？你怎么知道软金散？我爹他进山打猎的时候，有一次被同乡下了软金散，差点死在山里。从那以后，他就教我认，说以后万一有人害我们，我得能认出来到底是谁。趁我们都不注意的时候，在水缸里下了软金散。苦杏仁味，淡淡的，不难察觉，但只有知道的人才能分辨出来，不知道的人喝了只会以为是井水的土腥味。赵富贵，只有他，他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，但知道王百户明天带兵来，今晚下毒，明天趁我们浑身发软的时候，带人进来绑人，献给王百户当投名状。这个老畜生，他什么时候下的毒？我们一下午都在院里。不用翻墙，他只要在院墙外面凿个小洞，用竹管把药粉吹进水缸就行。血一化，药粉就渗进水里了。找到了，赵富贵以为这是谈判的底牌，但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。现在是轮到我打他个出其不意了。映雪认出了毒，这让我们避免了糟糕的结局。赵富贵明天早上肯定会带人来。他以为我们中了软金散，浑身发软，任他摆布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假装中招。草木灰抹在脸上，像出了虚汗。中软金散的人脸色发灰，嘴唇发紫。好臭，臭才香。不管谁进来碰你们，都别动，等我。要发了，一晚上没声响，全趴下了。
严重了。3个，一个活的别伤。王百户要活人，先把那个小的绑了。不是中了软筋散。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一起上？陆爷饶命！是王百定逼我的，我没办法。水缸里的软筋散是你放的，昨晚你从墙根用竹管吹进去的，竹管头还在墙缝里，我拔出来了。你下毒害我家的人，这一条够你死3回。我该死！我该死！陆爷饶命！今天不动你，等我收拾完王百狐，再来收拾你。给我跪着，不许动。以黄河为马，以泰山为基，铺开着华夏的壮丽画卷。就走同日月明。守备将军叫什么名字？听说是姓周，周守备。3年前来过青州一次，在镇上摆过酒席，赵富贵去蹭过饭。周守备，王百户能请动他靠2样东西，一是银子，独眼狼的赃款分他2是功劳，抓一个勾结流寇的人，加上追回被劫商队货物，报上去够升一级。贪财的人可以用更多的财来分他的心，贪功的人可以用更大的风险来灭他的火。但如果2样都压不住，陆公子，叶东家让我快马送来，他说您看完就明白了。贵妃金牌，这不是商行的东西，这是皇室的东西。叶倾城手里有贵妃金牌。以创新为魂，以传承为基，凝聚着民族的澎湃。守备将军是武将，武将最怕的不是知府，是宫里的人。这块牌一出来，他不敢动。但叶倾城说的对，只能朕一时。不用跑了，叶倾城给了我1样东西，能压住守备将军。什么东西？贵妃，这是宫里的。叶东家把这东西给你了。他说用完还你。他连这种东西都舍得给他。行，有这个就打。我去看着那帮村匪，别让他们趁乱跑了。他吃味了，但他不会说，他只会用行动表示。你带人从后山小路出村，去县城夜市商行分点，调20个护卫回来，藏在后山林子里，不要进村。等我是。信号是什么？我在村里放3声变竹，听到爆竹声，从后山杀人村口。你们3个跟夜市的护卫从后山先撤。不走。村子里会有战斗。我说了不走，你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。我跟晚秋姐，我也不走。好，那你们帮我做一件事。玉娘，你带着令牌从后山出村，去找夜市商行的暗线接头人，让他们把消息散出去。流云村有大批银子被村民转移，藏在后山。你想让守备军分兵去追银子？贪财的将军听到银子会分兵，500人分1半去追银子，我面对的就只剩250。大哥，你答应过回来的。我说过的话都算数。要打？要打。500人。需要什么？村子里的人往后山撤，带够干粮和水，藏1天就行。村里只留空房子。
让守备军以为村民携款逃亡，银子散在地上，包袱丢在屋里。贪财的人会停下来抢，抢的时候阵型就散了。阵型一散，村道窄，院墙高，进了这条道，两头一堵，就是请君入瓮。拿银子当诱饵，银子是穷人最逃不开的陷阱。500甲兵也是旧城人出身，看见地上散银子，不可能不捡。后山窝棚里还存了几个，你要的信号，用这个。500个。来了就好，不来，我这盘棋就白摆了。周将军，就是这里，流云村，那个陆晨就住在村中间的院子，勾结流寇，劫杀商队，人赃并获。人呢？应该在屋里。将军，地上有银子。还有，这边也有。别动，保持阵型。将军，这屋里包袱掉了一地，银子也洒了，他们跑了，带着银子跑的。将军，这些村民帮陆晨藏了赃款，人跑了，银子跑不了，追进去搜。全军入村，搜查每一间房，找到银子归公，活戳陆晨者，赏银100两。将军，陆晨就在前面那个院子。路断了，后面堵住了。什么？欢迎入瓮。全军列阵，不许乱！所有人不许动！埋伏，屋顶有埋伏！中手了！将军，我们被……贵妃金牌在此箭牌，如见贵妃娘娘。守备将军周守备下马接牌。末将恭迎金牌。周将军，你带500人来围一个村民，凭的是什么？末将奉告，有人举全报勾结流寇。谁举报的？将军别听他胡说，是他勾结流寇，劫杀商队，我有人证，独眼狼的余党可以作证，他杀了独眼狼灭口，他把赃款藏起来了。将军，这个人是个逃兵，他没有退伍文书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就到我了吧。周将军，今天的事我不想多费口舌，你听听这本账。腊月初3，收王坤银500两，替其劫杀李家庄李老三。腊月初8，收银300两，替其焚毁赵家粮仓。腊月12，收银200两，替其劫掠陈氏布行。腊月15，劫叶氏商生车队，货归王坤，人交王坤处置，银两55分账。另叶青城续火。王坤亲体。3年，
27条人命，6000两银子，全是王坤雇独眼狼干的。这是王坤的亲笔密信，盖了他的私章，内容指使独眼狼劫杀叶氏商行，货归他，人也要交他，白纸黑字，印章齐全。你看看，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判断。将军，这是伪造的，他伪造证据栽赃。王坤，你的私章我见过，你盖在军粮调拨单上的印和这封信上的印一模一样。3年前李家庄李老三失踪案、赵家粮仓失火案、陈氏布行被劫案，这3件案子全压在我守备营的卷宗里，3年没破。不是破不了，是你王坤不让我破。3年来我替你背了多少黑锅？你觉得我知不知道独眼狼是你的人？将军，听我解释。陆公子，是本将失察，王坤的罪证确凿，本将自会处置。贵妃金牌的事，本将当作没看见。今天的事不是我说了算。账本是他写的，信是他盖的印，人是他雇的，叶氏商行几十条人命是他害的。这笔账你自己看，哪条是真的，哪条是假的。27条人命，6000两黑银，勾结流寇，劫杀商队，图谋绑架。王坤，你自己想想，哪条够你死？他什么时候来的？后山，玉娘去山找安县接头人，难道没遇到他？叶倾城，你毁了我，一起死！我说过，他碰不到一根指头。你有没有？没伤。竹筒、蜡封、火药粉，那是火器，他想点火。火折子引心，他想点着扔出去。周将军，你的人当着你的面还想杀人灭口，把王坤拿下，周切，绑了。这东西要是点着了，你拿着，回头连账册、亲笔信一起交给知府。3条罪：通匪、劫商、图谋灭口，铁证如山。贵妃金牌在这里，叶氏商行的暗网在陆晨手里，王百户的罪证铁板钉钉。我带500人来围一个村民，如果这事传上去，他在思考如何才能平息此事。500人对1块金牌，他输定了。但他不怕我，他怕的是金牌背后的贵妃。可众目睽睽之下，他需要一个台阶下。周将军，今天的事我不想闹大。王百户的罪是他一个人的，你的500甲兵是奉命行事，对此毫不知情。这账册和亲笔信你交上去，王百户的死活跟你没关系，此事也算谅解，可好？但有一件事得还我公道。什么事？逃兵的名后。我不是逃兵，我是北境敢死营左营的兵。庆阳3年那一仗，左营500人冲阵，活下来的不到30个。我的退伍文书丢了，不是逃，是战场上丢的。村里瞎眼老兵验过我的刺威，敢死营的刺字匠手法仿不了。我要一份退伍文书，补上，按军律来。好，文书我补，今天回去就办。另外，
王百户的百户位空出来了，流云镇不能没有百户。这个人留在外面是祸患，收进军中才是安全的。陆公子，你可愿入军？可以。流云镇百户之位，我报上去，请你接任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大燕朝青州守备营流云镇新任百户，文书3日内补齐。百户，流云镇百户，从乱葬岗醒来到现在，不到1个月。新任百户陆晨，参见！参见百户。陆百户，饶命！赵富贵，你害过我家几个人？3回，你带人来逼迫了3回，第3回，你还给我们下软禁伞。我该死！我该死！苏映雪的爹和你有没有关系？苏映雪的爹进山打猎失踪，他哥哥也是。你跟他们说过，山里有猎物，你指的鹿。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映雪的爹出事前3天，赵富贵来找他收过一次猎税，收完税第2天，映雪他爹就进山了，走的是赵富贵指的那条路。那条路，鬼窟岭的狼道，冬天没有猎物，只有狼。你指了死路，为什么？你害死了我爹和我哥，陆大哥，你来处理吧。赵富贵当村长这些年干了什么？你们比我清楚。他收的户税从来没对过账。谁家的男人没了，他就第一个去逼寡妇交税。李寡妇被他逼得跳了井。逼税、下毒、指死路、通匪，条条够死。但我不杀你，你活着比死了有用。你跪在村口，把你些年干的脏事一件一件说给全村人听，说到所有人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为止。他也一样，跪3天，少一个勺臣，我找你们补。从今天起，流云村没有村长，有事来找我。今天人多，亮堂些。叶姐姐吃鸡蛋。谢了。暖身子，山里冷。多久没跟人同桌吃过饭了？今天这顿饭，有几句话我说在前头。晚秋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你把嫁妆银簪当了给我抓药，你替我挡赵大彪的棍子，你是这个家的脊梁。玉娘，你3天3夜没合眼照顾我，你给我缝棉甲，你替我跑后山送令牌，你是这个家的心。映雪，你使出软筋伞救了全家，你年纪最小，但你从不退缩，你是这个家的胆。倾城，你给了玉佩、令牌、金牌，你把商行暗网交给我，你是把命压在我身上的人。我要的这个家，不是谁的附庸，不是谁买下谁，4个人一条心，能过的关一起过，能扛的事一起扛。这碗酒，敬你们。好啦，好啦。
这酒太糙了，嫌糙就别喝。前世没有家，这辈子的家是从一个土炕上开始的。左边的扣子歪了，好了。大哥，你好威风。喝了再走。早点回来。百户大人，老伯，去吧，刘云村给你看着。大哥，八抬大轿，别忘了。神农之让，五谷生生不息。劝酒问道，煮酒情同饮闻。百户大人，叶东家让我转告，商行暗网已全部就位，3个州的县人听从调遣，有什么吩咐，随时传信。王百户倒了，赵富贵废了，刘云村安了，叶氏商行的暗网在手，百户印在腰间，但这只是第一步。北京战事尚未结束，朝堂还有党争，民间流寇横行。叶倾城说过，这贵妃金牌能镇一时，但不可能镇一世。1个月前，我从乱葬岗醒来，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。今天我站在百户府门口，这盘棋才刚开始。